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百度。先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个女孩家境普通，父母辛苦地把她拉扯大，并供她上大学，接触外面的世界，对什么都新鲜。今天去步行街打个卡，明天去网红餐厅吃个饭。渐渐的，她给父母的电话越来越少，偶尔打电话也都是在抱怨，别人的衣服都2、3千，我还在穿地摊货；别人都换了 MacBook， 我的电脑还在修。父母知道女孩真正抱怨的是自己的爸妈没有钱，所以都尽量满足孩子的要求。但父母不知道，攀比和虚荣下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。再后来，女孩换了新的 iPhone， 背着名牌包，穿着高档的衣服，父母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直到某天凌晨1点，他们收到了一条带有女孩果照的短信：再不还钱，让所有人都看到你女儿光着的样子。这种因超前消费付出沉重代价的案例不在少数。2016年，整整10 G 装满女大学生照片的文件夹，将校园贷这颗毒瘤抓出水面。2017年，各种网贷平台雨后春笋般涌现，用户量迅速增长，市场规模高达5万亿。2019年，315晚会曝光714高炮、砍头戏、短周期，成了无数人饮鸩止渴的安慰剂。很难判断是年轻人膨胀的消费欲望助长了网贷的飞速发展，还是网贷的狂轰滥炸扭曲了年轻人的消费观。但我们都很清楚，高配思维、攀比心理、超前消费这些现象已经无处不在。别人买了 iPhone 13，我还在用 iPhone 8，不行，借钱也得买。别人买了限量的 LV 包，我还在背地摊货，不行，分期也要买。月入3500，月支出15000的大有人在。你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虚荣，他们同样也不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抠门。商家自然希望消费者越超前越好，他们会想方设法软磨硬泡的让你把兜里和信用卡里的钱掏出来，各种秀下限的广告，各种煽情的软文，少不经事的年轻人很容易被这些洗脑，用物质来衡量自我价值和社会地位。消费者自己为什么也越来越超前了呢？除了商家的手段，其他人买也会让你蠢蠢欲动。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——社会比较。人们借助社会比较进行自我评价，确认自己的属性定位，这个过程隐含着被肯定的情感需求，说白了就是攀比。其次是自我价值感低，渴望被认同、被赞美、被尊重，别人关注我，我才有价值，所以就用奢侈品粉饰自己，博取别人的关注。最后咱们之前说到多巴胺，消费能刺激多巴胺的分泌，让你感觉很爽。当你惯坏了多巴胺，不买点什么就会感到焦虑。所以你看，无论是客观因素还是主观因素，无疑都为你买推波助澜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理性消费自然也变得很难。超前消费带来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。从上面我们不难发现，消费是一件很爽的事儿，花钱比挣钱更有快感，而且很爽的事儿都容易上瘾。一旦你透支了信用卡、花呗、微粒贷，你可能从此坠入深渊，越陷越深。这是狄德罗效应，是由18世纪法国哲学家丹尼斯·狄德罗发现的。它是一种常见的欲得欲不足效应，就是说你在没有得到某种东西的时候，精力很平稳，而一旦得到了，就开始不满足了。举个例子，当你买了劳累士手表，之前的条纹衫就配不上你了，你会想买一套昂贵的西装来搭配。当你买了一套昂贵的西装，家里的衣柜就配不上你了，你会想换个更精美宽敞的衣柜。所以第一个影响是越买越想买，越花越多，控制不住自己。另外，消费是一个长期行为，你会因为买个劳累士高兴1个星期，但1个星期后一定回归平静。也就是超前消费带来的幸福感是短暂的，相反，它带来的空虚却能影响很长时间。间歇性幸福满足，持续性空虚焦虑，你很难再次体会到刚买的时候的快感。这一点也符合多巴胺的奖赏机制。今天你用劳力士来刺激它，明天你买个天梭，它肯定看不上。另外，对着长长的信用卡账单，频繁的催收短信，你的焦虑感会再次被加深。反过来，如果可以理性消费，在合理消费的频率和尺度内，你会因为平静生活中穿插的小确幸而满足。当然了，大多数人还是理性的，并不会被商家传递的扭曲消费观裹挟。我在豆瓣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小组，比如消费主义逆行者小组、丧心病狂攒钱小组、抠门女性联合会，还有咱们之前提到的今天你消费降级了吗小组，都在消费至上的社会环境中给广大年轻人设了一道防线，也是对物欲横流的社会价值导向发起的奋力反击。通过对这些小组的观察，我也发现了一些抵抗超前消费的手段，咱们来聊一聊。就是平价替代品，豆瓣平价替代小组有5万多人加入，群里会分享一些平替商品，比如 AirPods 平替、戴森吹风机平替，还有个叫牛郎平替的，咱也不知道，怕被鄙视咱也不敢问，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留言告诉我。平替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方法，很多品牌的溢价高到离谱，毕竟研发要花钱，背书要花钱，营销广告要花钱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这些钱都需要消费者买单。平替如果能用更低的价格达到7、8分的使用体现，无疑是既省钱又享受。我们能发现，小米、网易就是深挖这块市场，取得了不小的成绩。
这是违法行为，所以不推荐。虽然也能用较低的价格买到名牌，但盗版终归是受限于原材料成本及制作工艺，在体验上要差很多。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大学期间的一次社死现场，我买了一双莆田系耐克球鞋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分辨，所以是被动买家。在我穿着它打第3场球的时候，明明已经成功突破防守球员的时候，顿感脚下一凉，原来人过去了，鞋也过去了，鞋底儿没过去。这真是尴尬他妈给尴尬开门，尴尬到家了。穿的还好，如果是吃的也盗版，那我是坚决反对的。除了对核心商家有利，对消费者无疑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，比如康帅傅、大白面、6个核弹等等，这些东西谁敢吃啊，对吧？作为一个长期赚闲鱼买家，我觉得二手也是不错的消费降级行为。毕竟买全新商品要为品牌高溢价买单，溢价就像咖啡上那一层拉花，有了它就多一倍价格。拉花好看，但不中用啊。我们要喝的还是醇厚的咖啡。再举个例子，如果不计研发及营销成本 ，iPhone 11 Pro Max 512G 版本的物料成本为490.5美元，约合人民币3462元，是国行版定价12699元的27.26%，也就是我们70%的钱都花在了购买体验上，而剩下30%的钱才花在了使用体验上。虽说二手可以去掉商品的价格泡沫，但是其中的痛点也非常明显，那就是二手交易平台的监管不力，可能会有很多的坑，这就需要我们在消费的时候擦亮眼睛，以防把省钱变成赔钱。这3点抵抗超前消费的手段，我个人推荐二手及平替，这也是很多豆瓣省钱小组讨论最多的话题，他们都能让消费市场趋于合理，而不是卖家一方独大，想割谁就割谁。当然前提是要消费者先转变思维，媒体曝光、舆论抨击止不住网贷和超前消费的乱象，能止住他们的还是我们消费者。幸福不是来源于物质，而是来源于精神的充实。我们应该用理性消费观来主导消费行为，不管是全新商品还是二手平替，我们都不应该被炫耀掩盖使用的本质，你说对吧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